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超级魂斗罗6代。众所周知啊，魂斗罗没有6代，起码到了2023年还没有一款魂斗罗的作品以正传的6代形式出现。但是在31年之前，就有地商把魂斗罗力量这款游戏改了个名字，并且替换了一下人物形象，就当做魂斗罗6代来发售了。本期呢是百合子的投稿，大家也都知道啊，百合子在投稿的时候经常会加一点私货。那他这次投稿就替换了人物的头像。好，这个地方百合子刷了一下武器，所以我就给大家剪辑跳过了。这款游戏之前我录制过2次，其中有一次是正常的游戏流程，那么还有一次是超频。超频的话会有效的缓解游戏的拖慢现象。这款游戏为什么会拖慢？一般的说法是由于红白机的机能不足，但我觉得这是客观原因啊。归根结底还是这款游戏的优化不够，可以说是一个半成品。这一点你从游戏的攻击判定，以及简单的剧情，还有只有5关的关卡数量，都能够体会出来。本作刚开始开发的时候，真的是想发售日版，并且作为魂斗罗的后续作品，但很可惜，成品出来之后，官方也没有什么信心，所以当时干脆就没有在11区进行发售，反而是发售了美版。这也是大家小的时候玩到的版本。游戏最明显的短板就是这个拖慢了。小的时候玩到没觉得有什么，因为拖慢的话类似于一个子弹的时间，那反而对游戏的公关流程有所帮助，因为给了玩家更长的反应时间。这样的话，相对的难度就有所降低。有一点很奇怪啊，就是游戏的屏幕上，哪怕只有那么1-2个敌人，它也有非常明显的拖慢现象，所以这就很难用红白机的机能进行解释。这里是第1关的 BOSS 战。这个地方百合子又加了私货。这个 BOSS 也是有名字的，但是这款游戏的剧情实在让我懒得进行给大家翻译啊。主人公这个4人小队叫做猎犬部队。那有一天，队长就接到了线人的电话，表示情报局的局长有危险，让小队去港口和局长进行碰面。结果来到港口之后，没有发现局长，反而是和一个叫做 DNME 的恐怖组织交了火，这样剧情就展开了。后面的剧情就完全是依靠过版之后的对话进行推动了。但是你如果把对话连起来的话，你感觉里边有跳跃啊，接不上。而且在剧情的最后还挖了一个坑，
应该说是情报局的局长失踪了，没有找到，而且小队里的人隐约的怀疑这个局长还有其他的身份，不过没能有证据进行证实。这可能是为了续作留的一个伏笔，但是这个坑挖了31年了也没填，这真的可以说是远古巨坑啊！管杀不管埋。屏幕的最左边可以非常看见有一段过扫描区。这个区域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一般会剪掉，但是有的小伙伴说有这个区域啊，更加原汁原味一点。另外呢，还有的小伙伴表示说，大叔啊，你录制视频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开滤镜，就是用红白机的原始分辨率来录制，这样的话才有更高的还原度。其实我最早也尝试过，但是近年来说明显是不能那样做了，因为很多的平台会认为你的视频有大量的马赛克，判定你的视频是低质量的视频。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开滤镜啊，没有办法。那除了视频本身之外，我在做封面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问题，一些平台就会判定你的游戏视频的截图分辨率不高，建议你更换封面。所以这种事情遇到的多了呢，我就真的意识到了，这些游戏真的是被时代所抛弃了。那不仅是这些游戏，实际上还是咱们这代玩家被时代所抛弃了。这里是第2关的 BOSS， 我查资料也查到这个 BOSS 的名字了，而且第2关的这个战场就是无畏号战列舰。第1关当然是在码头的仓库了。我记得这个 BOSS 可以卡一个无敌位置。有些时候子弹从你的身上擦过去，甚至是穿过去，那都不会对你造成伤害的。而有些时候，你的子弹明明打到墙上了，但是旁边的小兵却受伤倒地。我相信这款游戏玩多了，很多玩家也利用过这种判定，看起来就像是 bug 或者是魔法。这个 BOSS 怎么看都像是没穿裤子，可能就是因为他裤子的配色问题。我记得还有一款红白机的游戏，主人公看起来就像是没穿裤子。那款游戏之前我也给大家录制过几次，就是《人间兵器》。但是我小时候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反而是现在开始录制视频，一直有小伙伴提出来说主人公像是没穿裤子，然后下面有人附和呀，我才发现不止一个人那样认为。敌方的火力很猛，可以跳起来打，因为有无敌跳嘛。这个地方这样过是一个正常的流程，
那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个不正常的过法，也是利用游戏的 bug， 暂停之后人物可以继续往上跳跃，无限跳。包括这个地方都可以不用冒这个风险，就直接跳跃最高点之后按暂停，然后继续跳。不过有的小伙伴利用这个 bug 的时候发现可能暂停之后没跳起来这样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保证你能够跳起来。就是跳跃之后按暂停，你按单发的跳跃不松手就可以了。这样暂停再结束之后，你人物会再次跳起来。你不要按连发，或者是不断的用手去点单发，那样的话抓不准时机。其实本作也是有亮点的。首先就是它的武器系统，这个武器系统其实就是宇宙巡航机或者是沙罗曼蛇的系统。但是呢，我说宇宙巡航机还有沙罗曼蛇只是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，这个系统可能最初并不是这两款游戏引入的。因为前2天我给大家录制了一款上古的街机游戏，叫做《魔兽王国》，美版的话叫做《恶魔世界》。那款游戏的系统和本作以及沙罗曼蛇宇宙巡航机如出一辙。而且那款游戏的武器有机枪，有散弹，有激光，还有火炮，听起来就是魂斗罗初代的武器系统。这个 BOSS 战，我的打法也是先拆旁边的翅膀，但是我不太确定，如果不拆翅膀的话，只打中间能不能把它干掉。如果子弹没穿过去，就说明对 BOSS 造成伤害了。BOSS 中间射的还是挺猛的。好像也只有中间有点危险了，但是它这个射击角度就是一个45度，受到了强烈的限制。所以说射起来还是角度自由一点好。中间拆了之后 ，BOSS 就像是活靶子一样了。其实这个 BOSS 的设计，我感觉有一点像魂斗罗2代的第4关 BOSS。有的时候管那款 BOSS 叫做面条机，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发射激光。打完 BOSS 之后是上直升机。这个直升机就看起来非常眼熟了，有强烈的魂斗罗的味道。那其实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曾经冒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第3关原本是最后一关，打完了之后跳上直升机过关，通关。因为这是之前玩魂斗罗比较熟悉的套路嘛。其实这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因为大家想一下合金弹头的5代，现
现在咱们玩到的5代的顺序，并不是原来这款游戏的初衷。它的关卡顺序不应该是这样排列的。所以游戏玩的多了，难免就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。第4关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尤其是2个飞机翅膀接到一起，你需要走过去，时机掌握不好的话，真的是很难过呀。我记得最开始我是没有这个卡带的，那和小伙伴合作玩这款游戏，因为玩的少啊。所以通过的概率就不高。这里还成呢，这2个飞机的翅膀比较宽，到后面有非常窄的地方。窄的虽然是刺激啊，但是你很难通过。我记得当年我和我的小伙伴啊，刚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打到这里。2个人就像下饺子一样，不停地往下跳，而且虽然啊是掉下去了，但是2个人玩得很欢乐，笑到不能自己。现在已经很少有游戏给我那样的感受了。那个时候玩游戏真的是开心啊，尤其是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或者是2个人互相坑，但是坑得过分了，最后就手柄一扔，不玩了。至于真人 PK 倒是没有，这个地方要往前走到位了，下一个飞机的翅膀才会出现。哇，这个地方就非常讨厌啊！就这边这么粗，那边那么窄，你还要过去，你还要通过，这就很难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本关是有场景效果。你在飞机的翅膀上不断的会有风把你向另一侧来刮。这个地方由于是一个俯视的视角，其实人物被攻击的判定是在下半身啊。都是这种小飞机，其实如果想过的话，最好还是抓住第一个机会。这种小飞机的身上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破坏，包括它的驾驶舱，还有引擎。小的时候肯定不会错过的，现在就感觉无所谓了。过这个飞机翅膀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当年和我合作的那个小伙伴啊，他自己在凳子上都坐不住，整个人都跟着使劲。那这种就很难办。有一些症状比较轻的，就是跳跃的时候手柄会跟着动，这种自己人也跟着动的，那基本上就是没办法治疗了。那我从小呢就没有这种习惯，玩游戏就比较淡定。我记得 BOSS 就在右边吧。
左边已经不用去了。而且这个 BOSS 的难度实在是不高。虽然它不像第二关给你一个障碍物，但是如果套路对的话，那打它就非常简单了。本作打 BOSS 除了最终 BOSS 都是单挑啊。单挑的话难度就很难提上去。当然了，我说的是大家当年玩的这些游戏，不像是现在这些魂类游戏。单挑 BOSS 一个可以打1天啊！这里最后还有一个跳伞的特写，后面就是最后一关了。这里的头像百合子用的徐老师。小的时候曾经想试验，就是这个家伙在路上，我可不可以打死他？但是很可惜，做不到啊。应该是只有在最终的战场才能把它解决。这里跟的就比较远了，其实在刚才那个位置就可以折返。这个货是会分身还是会传送啊？刚看他跳到坑里啊，是被主人公给撵下去了，结果又瞬移到了电梯上。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把他脚下的楼梯给拆掉的。有无敌跳打他就不难，但是这个家伙是有帮手的。还要把他撵到坑里吗？是的。所以这个 BOSS 至少3条命啊。往右面走就是决战的战场。打这个 BOSS 其实有一个相对的安全位可以站，就是他枪口的位置，因为他的枪管比较长啊，子弹出去之后一段距离才会有攻击判定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顶着枪口打他。虽然看起来比较离谱啊，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。这里的直升机应该是打不爆的，而且大家注意看这个直升机的造型，和第3关接走主人公的是一个飞机，只不过换了一个配色，原来是红的，这里是灰的。感觉无敌跳真的是本作最大的 bug。有一点沙罗曼蛇护盾的意思，而且关键它的位置也在武器槽的最后一个。这地方就是打脚啊！可以和 BOSS 贴身站位了。再往前一点就是无敌的 ，BOSS 打不到你。
感觉差不多了。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所谓超级魂斗罗6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也感谢百合子的投稿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